欢迎收听的 Debate。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蛮热门的话题哦，就是那个洛杉矶道奇队的王牌投手山本由伸，他有可能不参加2026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也就是 WBC 这件事。这不只是说他个人累不累的问题啦，他背后牵扯到的，你看有道奇队砸下了那个3.25亿美金的天价合约，还有美国跟日本两边球迷心里是怎么想的，甚至还跟他那个队友也是超级巨星的大谷翔平，形成了一个蛮有趣的对比。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想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山本在经历了大家说真的很传奇的这个2025赛季，尤其是你想想看，世界大赛打到最后那个 G7 那种拼到最后一刻之后，他暗示说可能要跳过2026的 WBC， 这到底是真的身体被榨干了，还是说有其他的考量，优先顾好球队的目标，毕竟他们要挑战3连霸嘛，还有他自己长远的职业生涯，这个比较重要，还是说再一次为国家队争光，这个分量更重。我们会根据目前知道的一些背景数据，特别是他2025年那个真的很惊人的投球量，还有季后赛的表现，来好好讨论一下。我这边的看法是，山本在2025年的付出，实在是太惊人的啦，那个身体的耗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对 WBC 的这个保留态度，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也顾全大局的决定。这对他自己好，对道奇队也好，甚至长远来看，对日本队可能也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不过我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啦。我觉得直接把山本跟大谷这样拿来比，可能有点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这个决定背后其实可能藏着更复杂的东西耶。比方说国家荣誉感到底有多重，球迷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还有就是球队那一套很精密的商业算盘到底是怎么打的。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多赢局面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我觉得这个还有得谈。我先说我的理由哦。我认为山本说他要考量身体状况，这绝对不是场面话。你真的要回想一下2025年那个世界大赛，就是决定冠军的生死第7战，他是在完全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就上场后援，而且还硬是吃下了关键的8个出局数，帮道奇守住胜利。这种搞法说实在的，在现代棒球里面根本就是燃烧手臂的自杀式攻击，那身体肯定是会抗议的。他赛后自己也透露说，需要一旦下Sunday，意思就是要先好好喘口气，这个讯号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跟大谷翔平的状况，我必须说完全是两回事。山本2025年是道奇队实打实的工作马嘛，例行赛投了超过200局，季后赛更是全程参与，而且强度是拉满的。反观大谷，他2025赛季当投手，说穿了还在那个复健年的保护伞下面，控管得非常严格。例行赛好像才投了47局，所以说要说谁的身体更需要休息，这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局数差异是很大，没错。对啊，而且道奇队可是签了他12年3.25亿美金呢。他第1年就拿回一个世界大赛 MVP， 哇，这个投资报酬率已经爆表了。那为了确保这笔天文数字的投资在未来11年都能持续发挥价值，更别说他们还想拼那个历史性的3连霸王朝，保护山本的健康绝对是道奇高层脑袋里的第一要务啦。我甚至觉得他最后如果真的不打 WBC， 搞不好还真的是一个对大家好的结果。山本展现了他的职业态度，对自己的身体负责，道奇队确保了他们的王牌投手没事，那日本队虽然少了一个王牌，但也避掉了他万一受伤的那个巨大风险，同时也让像是佐萨萨给荣一这种下一代的天才有一个机会站上世界舞台去扛起责任。你描述的那个 G7 英雄画面确实是很动人啦，我也承认山本的疲劳是真的，那个没话说。但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单纯。直接拿山本的极度疲劳去对比大谷的还在复健，我觉得可能会忽略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哦。你别忘了，大谷可是动过2次手肘大手术的人，他那个手肘的风险是一直都在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倒是。但是他早在2024年5月就很公开的说，他超级想打2026的 WBC。这难道没有一点暗示说他的医疗团队评估之后觉得 OK， 或者是他个人对于风险的看法，还有他对于想要卫冕 WBC MVP 的那股拼劲，跟山本现在的状态和想法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只看2025年谁投的多，谁投的少，就直接断定说谁比较应该休息，这样可能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个顶尖运动员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他们不同的考量跟动力来源。再来我们也不能小看 WBC 对日本球员的意义耶。2023年大谷自己就是 MVP， 那种穿着国家队战袍的荣誉感是很强烈的。山本虽然已经拿过奥运金牌和 WBC 冠军了，但我们能这么肯定的说他内心一点都不想再拼一次吗？这样想是不是有点太偏重球队的利益了？还有关于 WBC 的风险其实也是有数据可以看的，像那个 Fangraphs 的研究就指出，球队送多少人去打 WBC 跟他们开季的战绩好坏那个关联性其实非常非常低。R² 好像只有 0.00 多到 0.03 多，几乎等于0哎。有这个研究？对啊，你看2023年那个盼巴旺茫茫队，他们送了7个人去打 WBC， 结果开季打出队史最佳成绩，这就表示道奇队的担心可能不是怕什么参加 WBC 就一定会影响战绩这种系统性风险，而是更怕他们花了3.25亿美金买来的这个超级资产山本由伸，万一发生像之前太空人队那个 Otuve 那样，在 WBC 比赛中受伤，像是拇指骨折什么的，导致开季报销这种单点故障的意外了。最后一点，日本队的投手深度确实是很吓人，没错。Sasaki 郎希、金囊生态、达比修有、千葛旷大等等，依次排开都很强，但是少掉一个刚拿到世界大赛 MVP、状况正值巅峰的王牌投手，你敢说对他们的卫冕之路完全没影响吗？那个大家梦寐以求的史上最强先发轮值，恐怕就要打个问号了。我了解你提到大谷的特殊性，还有 WBC 的那个光环啦，但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就是身体状况。我还是要强调 G7 那种零休息硬上的极端消耗，是千真万确的。这也是山本会说出那些话最直接的原因嘛。例行赛加季后赛累积超过200局，对比大谷那个被严格控管的47局，这中间的物理差距是骗不了人的。我觉得这不只是风险评估的问题，而是他的身体可能真的已经发出需要强制关机维修的警报了。这不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怎么样，而是要弥补过去这段时间真的是严重的透支。我同意山本累坏了 ，G7 的付出更是没话说，真的。但我的问题是，如果身体状况是唯一的考量，那要怎么解释大谷那么强烈的参赛意愿？是不是表示他的医疗团队评估后给了不同的建议？还是说他个人对于再次站上 WBC 这个舞台的那个渴望，已经压过了对他那个手肘再次出状况的担忧？这就显示出单纯比较投球局数，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这么不一样的态度。或许这里面有我们外人不知道的医疗评估细节，或者是他们个人动机上真的有根本的差异。如果把这件事简化成累的人就该休息，复健好的人就可以上场，那可能就忽略了运动员在做选择的时候那些更深层的个人意志和风险权衡了。好，那我们来谈谈这个球队利益跟国家荣誉这一块好了。你站在道奇队的立场想嘛，他们花了 3.25 亿美金，目标是要建立一个3连霸的王朝。那他们的风险管理策略，也就是想尽办法保护山本的健康。这在商业上当然是100%合理的啊。而且那个Andrew Friedman， 他们这群高层很聪明，他们不会像以前有些球队那样，很粗暴的直接禁止球员去打。他们更可能用的方法是拿出厚一叠医疗数据疲劳分析报告跟你私下沟通，强烈建议，一步一步引导山本做出一个
既符合球队长远利益，又能包装成这是专业考量的决定。这个手法，更细腻，也更符合现在运动管理的潮流啦。球队的商业算盘我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MLB 球队对 WBC 都有点怕怕的嘛，就怕球员受伤，打乱整个赛季的布局。但问题是，这种球队优先的想法，难道就应该完全盖过球员自己的意愿吗？尤其是像山本这种在日本棒球文化下长大的球员，那种为国出征的荣誉感是很根深蒂固的。我们看到那个总教练罗伯子 Dave Roberts 公开说，全力支持山本做任何决定。但就像你刚刚讲的，背后可能有高层基于数据分析的私下运作。这种台面上的漂亮话跟台面下的策略，中间是不是有点矛盾？如果有一天球员自己心里其实很想打，我们就假设山本内心深处还有那份热情好了，但这跟球队保护资产的策略冲突了，那最后会怎么办？这才是这个案例让人觉得值得玩味的地方。而且更有趣的是在球迷这边，我观察到一个很少见的现象，就是美国和日本的球迷虽然理由可能不太一样，但好像对于让山本休息这件事，慢慢有了共识。你看道奇队的球迷在看到 GC 他那样牺牲奉献之后，那个心态很明显，从季初的你赶快拿出表现来啊，变成季后的拜托你好好休息。网络上很多球迷都叫他传奇，还开玩笑说要用泡泡纸把他包起来。他们对山本的那个感谢，已经大过想看他在 WBC 这种比较像表演赛性质的比赛里投球的期望了。感激之情是有的。对，而在日本那边情况也差不多，山本已经帮日本拿过奥运金牌、WBC 冠军，现在又在棒球最高殿堂 MLB 拿到世界大赛 MVP， 这已经是天大的荣耀了嘛。就像他家乡那个备前市后援会的会长大响利秀说的，他是我们市民的骄傲，只希望他不要受伤，未来能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那种理解、感谢、希望他保重身体的声音会变成主流。两边球迷的期望，难得的达成了一致，就是先把山本保护好，未来比较重要。我承认啦，球迷现在的理解跟感谢是真的，尤其是在 G7 那种很戏剧性的背景下。但我有点怀疑哟，这种理解的背后，是不是也混杂了一种我们要保护我们家超级球星的心态在里面？如果状况反过来，假设山本经过检查身体好得很，他自己也很想打，最后还帮助日本队卫冕成功了，那球迷的反应难道不会是更疯狂、更直接的狂喜吗？现在这种所谓的一致理解，会不会其实忽略掉了竞技体育里面最根本的那种渴望，就是想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或国家派出最强的阵容去拼冠军？这种因为要保护而产生的共识，跟那种因为渴望胜利而产生的期待，本质上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啦。最后我们来评估一下，山本不打对日本队的战力到底影响有多大？就算他缺席，我还是觉得日本队的实力强到没话说。日本棒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 NPB 体系源源不绝培养出来的投手深度。就算没了山本，他们可能的先发轮值还是很华丽呀。大谷翔平肯定是精神领袖兼王牌嘛。然后那个被大家喊了很久的令化怪物萨萨基朗七，正好可以从未来的希望变成现在的核心，扛起更重要的角色。再加上已经在大联盟证明身手的金永生态、达比修有、千嘎旷大，甚至还有像高桥红豆、宫城大宇这些年轻好手在后面等着。山本的缺席，你换个角度想，反而是解了下一代的王牌，特别是萨萨基，一个在最高国际舞台上真正挑大梁、证明自己的大好机会。从日本棒球长远发展来看，这不见得是坏事啊。日本队的深度确实够他们维持在世界顶尖水准啊，少一个山本不至于让他们垮掉，这件我同意。但我们也要老实说，少掉一个刚拿完世界大赛 MVP、状况好到不行的顶级王牌投手，对任何想拿冠军的队伍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战力耗损嘛。这就意味着
日本队的实力很可能就从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历史级梦幻队，稍微降级成还是非常危险的夺冠大热门。那个可能包括大武、山本、Sasaki、金勇、达比修、千嘎的史上最强先发投手群的梦幻画面，确定是看不到了。深度能补很多洞，但没办法完全取代那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战力了。山本不打，日本队想卫冕，客观来说，那个难度肯定是增加了。好，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我是觉得山本由伸对2026 WBC 的这个保留态度，你考量到他在2025赛季为道奇队那种近乎燃烧生命的付出，特别是 G7 的那个极限登板，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也相当合理的反应。这个可能的决定不只是在履行他那份天价合约里的责任，更是他对自己漫长职业生涯做出的一个很专业的判断。而且难得的是，因为他过去的贡献和现在这个状况，这个决定似乎行在美国和日本的球迷之间找到了被理解和接受的基础，最终或许真的能达到一个对各方都还算可以接受的务实结果啦。而我还是觉得虽然山本不打 WBC 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但这整个事件恰恰就反映了现在最顶尖的运动员，他们常常就是卡在那个巨大的商业利益、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必要的身体保护，还有无所不在的球迷期待之间那种非常复杂、充满拉扯的困境。大谷翔平那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就提供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对照点。那关于 WBC 风险的实际数据，也挑战了一些传统的看法。而山本缺席对日本队追求卫冕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件事，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或错可以回答的，里面充满了各种需要权衡和取舍的难题。没错，山本由伸这个案例真的活生生包邮着呢了。在现代职业运动这个庞大的体系里面，一个背负着巨额合约、跨越多重文化身份、承载着历史性期待的超级球星，他所要面对的压力跟抉择有多么独特和困难。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刺激大家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资讯和分析，对于球员个人、职业球队、球迷群体，还有国际比赛之间这种既复杂又有趣的互动关系，能够有自己更深入的想法。这场关于选择与代价的讨论，显然还没有句点，更多的精彩和洞见，就藏在那些资料细节里面，等着大家去发掘。